装逼威飞起来！占太大优势，对，愤怒的中国小伙无视比赛规则，踩着风火轮就往泰国选手脑袋上踹。他俩之间究竟有什么仇什么怨？就是因为泰国选手狗仗人势，狗眼看人低，不就是22岁拥有一个100胜战绩，至于这么嚣张吗？其实我非常喜欢在中国打比赛，因为中国人很好打，钱也很好赚，中国的姑娘也非常的漂亮。我觉得东亚病夫这个名号非常适合中国人，因为他们实在是太精打了。赛前大放厥词，血口喷人，嚣张羞辱中国人，再不制止这家伙，他直接能在中国拳坛原地起飞。果然是好了伤疤忘了疼。紧接着酷刑者顾辉登场了，身挂大铁链神奇出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顾辉拥有什么神力呢。为了击败嚣张的泰国选手菲尔泰斯，顾辉整日整夜不睡觉不休息，一边忙着加急训练，另外一边则是忙着研究菲尔泰斯。毕竟能在22岁就可以斩获100胜战绩的泰国选手少之又少。不过尽管如此，顾辉依然是二话不多说，直接接受了挑战。自从波球亚桑克莱和江通猜等等泰国搏击选手来到中国捞金之后，这些天才选手纷纷报名参加比赛，不为别的，就图中国人好欺负，中国人的钞票好挣。别看顾辉表现得十分冷静，真要是动起手来，菲尔泰斯还真不一定能招架得住。出同门的菲尔泰斯的辉煌啊！这个双方实力啊都非常强劲。确实看到孙派奇这个一出动作也是不凡呐。是的，但是顾辉近2年的比赛，他抓机会的能力是越来越强，而且越来越聪明。对。俩人的打法都比较偏向于火爆型，打起架来一点都不含糊。真要是硬碰硬，年仅22岁的菲尔泰斯还真不是顾辉的对手。毕竟顾辉已经27岁了，丰富的比赛经验加上充足的备战时间，绝对可以技高一筹。对，但我们反观森派奇啊，每一拳啊，每一腿都有点这个亚当克莱这个风范啊，每一拳每一腿这个打击的效果看得很准，出色。对，漂亮，连续的组合拳。顾辉，好的，漂亮，这次的机会抓得非常好。孙派奇想做到近身这种缠抱缓解一下，但是顾辉不给他机会。对，因为在中距离，面对泰拳出身的菲尔泰斯，顾辉依然坚定选择与菲尔泰斯展开内围碰撞。连续的重拳出击，的确给年轻气盛的菲尔泰斯制造了大麻烦。别以为菲尔泰斯是泰拳出身，就认为菲尔泰斯在内围对抗期间很厉害。顾辉不仅是拼打型选手，而且还是内围对战的高手。顾辉闪开对手的又快又准确的扫踢之后，对，一定要避开对手的第一次的这种单个的重击以后，这个时候是顾辉的机会。今天啊，顾辉也是因为迫于对手这个类型啊，我们看顾辉打得非常强硬啊，对，强势进去。孙派奇终于在刚才吃到了顾辉这个紧密进攻的苦头啊！现在在拉开距离啊！只要给顾辉进入到内围作战的机会，那么顾辉就会还给菲尔泰斯一记重拳。打完进攻还想再打的菲尔泰斯，直接让顾辉搂在了怀里。被搂抱的菲尔泰斯瞬间就丧失了反抗能力，对手这个喘息的机会。对，但是这个时候孙派奇要注意这种顾辉只要一压进来，他去做搂抱的这个动作啊，要注意啊。如果做的过多的话，会被裁判进行这个。刚才还好好的菲尔泰斯怎么突然倒了下去？这一拳直接把菲尔泰斯的意识给打模糊了，瘫坐在地上，正在极力恢复意识，并且还要注意裁判的读秒动作。确实是啊，如果说双方单单是拼这个你来我往的拳腿这个拼啊，我觉得顾辉时间所剩无几，顾辉干脆直接踩着风火轮就往菲尔泰斯脑袋上撞，其后俩人双双倒地。菲尔泰斯受到的威胁最大，不仅浪费了仅有的1分钟时间休息，而且还被顾辉寻找到了破绽。哇，整整的打到他的下巴上啊！顾辉是一个横向移动的一个转身摆拳。顾辉在做这个动作已经有所准备了，对，已经在做准备了。所以我们看漂亮，好的，上来2拳就以。第2回合开始了，顾辉拿着钢铁般的拳头继续逼近菲尔泰斯内围做动作，随后迎面而来的还是那一招。虽然转身边拳没有命中菲尔泰斯，但这一招已经给菲尔泰斯形成了一个压力屏障，就看菲尔泰斯还敢不敢轻易放弃防守，而把所有精力都放在进攻上面。再不改变战术，顾辉的转身边拳还会打在菲尔泰斯脑袋上。对，很有灵性啊！连续，现在是顾辉的，看看要打准，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要乱啊！
哦，我们刚才看到顾辉在连续占尽优势的情况下，申派奇还是可以做出这种重击的有威胁的这个反击啊。对，泰国选手的风格就是这样，他不管遭受到多大的重击，最起码他在站着的时候是不允许自己出现任何的闪失。占据比赛大比分的顾辉异常沉稳，并没有急于求成而对菲尔泰斯发起一波又一波的猛攻，而是稳于现状，等待合适的进攻机会。毕竟菲尔泰斯不是一般的泰拳手，而是一位年轻气盛的百胜泰拳王，也算是泰国100年难一遇的泰拳奇才啊，都可以给对手打出这种有威胁的动作和重击，但是顾辉表现的就很有灵性。对，申派奇呢打的就有点中规中矩了。顾辉的所有的重击啊，包括攻击的角度落点更相对更有效一些，更准一些。有针对性。申派奇还是就是泰国选手那样的整个的传统性质。我只是把动作。虽然顾辉在内围没有占据太大的优势，但在近距离却能狠狠暴揍菲尔泰斯。连续的重拳出击并没有摧毁菲尔泰斯的意志力，而是让菲尔泰斯的搂抱变得更加频繁。遭到裁判警告的菲尔泰斯不太敢把比赛局势带入内围对战。不过顾辉的表现还是想和菲尔泰斯打内围，害怕再次被警告的菲尔泰斯则是冒险实施限制动作。我觉得这时候顾辉不要再给他去调整的时间了。对，刚刚我觉得申派奇有一点找不到节奏。滑倒。不要掉手，不要掉手。顾辉在故技重施，做了一个假动作，申派奇也是心里紧呐。顾辉的有效进攻非常多，时时刻刻都在逼近菲尔泰斯内围做动作。反观菲尔泰斯一直处于试探阶段，并不敢对顾辉实施幅度太大的进攻动作与招式，一直都在认怂的菲尔泰斯终究会挨到一波猛攻，从而导致输掉比赛。顾辉把节奏放缓，就很快的一个前摆后直啊。顾辉有非常大意。对。最后的10秒钟。哇，顾辉非常的这个聪明啊。对。裁判稍微往回退啊，这个申派奇还没有什么姿势没有调整过来，马上。好，进入决胜局。第3回合开始了。经过前面6分钟的试探与碰撞，两人对彼此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，甚至更深入的了解。反观一直处于主动进攻的顾辉，从未放松过警惕。不过菲尔泰斯的进攻也是十分犀利，这一点顾辉不得不防。一个很重的后手啊。申派奇的这个杀伤力也很强，对，双方都有可能给对手造成重击。对，但是还好顾辉开始就把下收得非常的紧，刚刚那一拳是打到眼眶跟脑门的位置。对。挨到很多重拳的菲尔泰斯依然能打出像样的进攻招式，并把顾辉扔了出去。幸亏菲尔泰斯一块倒了下去，不然就会遭到裁判的警告。占据一个读秒优势的顾辉一点都不怂，甚至和菲尔泰斯直接硬碰硬。对，顾辉现在成熟聪明就在这里，他没有机会的时候，他不会过多的去浪费自己的动作、体力、能量，全部都不去浪费。这个时候啊，去调整的时候也不要太过于放松啊。对，哇，漂亮，又是一个后手。这记后手很准啊。顾辉的进攻欲望一直都很强烈，别看一直在那虚虚晃晃处于试探，真要是让顾辉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进攻机会，必然会给菲尔泰斯带来一波腥风血雨。深陷劣势的菲尔泰斯也不甘愿被顾辉长期压制，于是便发起了反抗，结果却被顾辉揍了一顿。哇，这一腿接的神出鬼没啊！推开对手，马上就跟了个高扫腿。也要考验强大的身体的平衡能力。申派奇还是这种传统的，就是只要对手到了这种近身的时候，就习惯性的去做固定近身。它是这种条件反射。对，再加上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那些无实际意义的反抗一点用都没有。消极的搂抱让顾辉有点难受。对于菲尔泰斯来说，这已经没办法了，唯一保命的动作就是搂抱，不然就会遭到无情的殴打。第3局比赛还剩最后的30秒钟。
哇！顾辉今天的后手直拳啊，包括这个变线的这个直拳啊，对这个申派吉的压力很大。而且我看顾辉每一次后手都是直接出的。对。距离比赛结束还剩下几秒钟，菲尔泰斯依然在搂抱，就怕在最后1秒被顾辉暴力 KO 掉。比赛结束了，菲尔泰斯悬着的心也放了下去。那个后手转身摆拳虽然有一定的偶然性，但是我们纵观整个3局的比赛，顾辉不管是在整个的战术运用上，还有单个的这种技术运用上，都要表现的我觉得比申派吉要好。软件方面，顾辉还是这个身体的这个洪方胜。最终顾辉以绝对的优势获得了胜利，成功把百胜泰拳王斩于马下，让这位狗仗人势、狗眼看人低的家伙付出了应有的代价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顾辉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